we call it the iPad. 在设想中，这是一个在笔记本和手机之间的移动设备。那时，整个世界的新东西都在互联网上，一个可以全尺寸显示网页的移动设备就可以装下整个世界。然而现在，浏览器好像已经也成了备用选项。苹果给 iPad 的定位有没有发生变化呢？ iPad 能用来干嘛？你真的需要一台 iPad 吗？怎么样才能少花冤枉钱，选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？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买了 iPad 之后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去 App Store 看看排行榜就完事儿了。由于苹果有着完整的付费体系，很多软件只能在苹果生态下去开发，估计有不少人买来就是为了做笔记，那种可以随心拖笔记、改笔记的感觉，真的太爽了。Notability 和 GoodNotes 用起来很丝滑，很难想象这是第三方为 iPad 开发的。Notability 的胶带纸背知识点的时候，可以提前把内容给粘上。GoodNotes 写笔记的时候，可以用大纲功能直接跳转到具体位置，就贼方便。就算不用来学习，哪怕是用这个乖巧的好学生外表混进课堂，下课打打游戏 ，iPad 的体验也很特别。苹果有类似西瓜皮那样子的订阅制服务，叫 Apple Arcade， 我愿称之为苹果皮，能在里面看到疯狂喷气机、水果忍者这些小时候玩过的 IP 续作。因为 iPad 的屏幕稳定，不会断触，我之前还专门淘了一台二手的 iPad Pro 用来猛打应用。而且 iPad 上面会有一些比较顶级的游戏，比如经典3A 游戏《神界原罪2》，能在平板上面看到这种体量的游戏还是很震撼的。拉瑞安甚至为平板重新设计了操作逻辑，比如更大的 UI， 单击弹出悬浮的物品信息，双击才是选中物品，还有进键的2指、3指手势。熟练以后的效率不比手柄低，就是不知道之后能不能把博德之门也塞进 iPad 里面。除了这些 ，iPad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的独立游戏，这些游戏本身就是玩法驱动的，也不适合去免费游玩或者是游戏内购，就适合以买断制的方式来售卖。这些游戏在安卓的正式渠道里面就很难找到。最近我在办公室看到有小伙伴会拿这个 pencil 玩这个飞机大厨，我也试了一下。你别说，它这个真的很合理，它点起来速度感觉比手指要快，而且它不挡视野，笑死了！就让我想起来 N 年以前那个多普达手机也是拿触控笔打游戏的。对学生来说，拿 iPad 记笔记、做涂鸦就是生产力。工作室的小伙伴也会用 iPad 来提醒他们还有哪些分镜没有拍。总之，我觉得吧，不要纠结生产力的定义，而是要看它能不能融入到你现在的学习、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去。比起安卓平板 ，iPad 的产品线足够精简，适配难度更低。有什么新特性，苹果也会提供详细的规范和开发的指南。所以各种第三方的软件肯定优先适配 iPad。写画画的体验过了这么多年，优势也已经不是一点半点了。安卓这边呢，适配过的笔记 App， 它们的延迟确实媲美第一方的软件，但是有些没适配的，你甚至能看到笔记追着笔尖跑。最离谱的是，4202年了，我还能在官方商店看到套壳盗版应用，点进去就是弹窗广告。别人做不好就自己做，像华为这类比较有理想的，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方软件天生绘画，属于是弯道超车。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和 iPad 相提并论，尤其是老设备和非旗舰产品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下一代平板 OTA 各种新玩法，自己喊破喉咙都没人理。iPad 在写画画以外，已经在折腾更进一步的剪辑、简单的建模，甚至你可以用 3D scanner 扫描你的卧室。去往宜家之前，可以知道这件家具要是放在自己的家里面是什么样的效果，这种体验还是很酷的。如果你认可 iPad 面对安卓平板的优势，想看看哪一款的 iPad 适合自己，我这里有点新思路。你想想啊，苹果卖的更像是订阅制硬件，因为它们运行的都是 iPad OS， 它们的上限肯定不能超过 Mac。不论你选择最便宜的还是最贵的，常用的 App 都是那一些。就算苹果的刀法再精湛哈，也很难在软件体验上面搞出什么区别。举个例子，前几年官方还说，只有 M 系列芯片的 iPad 才支持台前吊柱，老款 Pro 用户直接激情开卖。现在都支持了，可能苹果自己都觉得啊，这玩意太常规了，没有必要像高刷那样死活不肯下放。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加钱不是为了短期体验，而是为了更长的使用寿命。拿官网在售的4款 iPad 举例，如果你预算有限，选择了数字款或者是 iPad mini， 它们的寿命是3到5年。如果你咬咬牙上 Air 或者是 Pro 的话，那么可以用个5到8年。
这两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，数字款和 mini 最低配置是64G，非常的抽象，装不下几个软件，下一档就得加很多钱上256，就是跟方便面一样哈，一包吃不饱，2包吃不完。但 Air 和 Pro 分别是128和256起步。如果有小伙伴不确定自己需要多大内存的，我这里有个简单的办法给大家参考一下，把你主力机的存储减去1半，差不多就是你平板需要的存储容量。也就是说，除非你有几百个 G 的小而美，或者是重度的游戏玩家，128就是大部分人最适合的选择。按照这个思路的话，我们一个一个说哈。首先是最便宜的数字款，官网主推 iPad 10，这是今年苹果唯一的官降产品，第三方更是只要2500，但我的评价还是和去年一样，快跑！它乍一看是很标准的全面屏，但凑到边上你就会发现，屏幕居然不是全贴合的。在你写字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显示的笔触跟实际戳在屏幕上面的位置好像有点对不齐，而且它还只支持1代 Pencil， 充个电就像葡萄串一样，就离谱。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小伙伴疑惑了，买基础款的人平时就是写个笔记打打草稿 ，iPad 10用起来绰绰有余啊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盲点，如果你只是用 iPad 简单的看看视频，随便涂涂画画，上一代也不是不能用啊。而且同样是2000多块钱 ，iPad 10你只能买到64G 的盖版 ，iPad 9有足足256G， 能塞下更多的学习资料和本地视频。iPad 10多出来的那些钱，几乎就是买了个全面屏的皮肤而已，使用体验没有本质的提升，只能说数字款的 iPad 太拧巴了，苹果真的不愿意让你在这个价格买到更好用的平板。我能想到的唯一结局就是 N 年以后的海底捞，大概能看到很多点餐器。接下来就是一代神机 iPad mini 6，它的周边配置对比 Air 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但是尺寸缩到了8英寸左右，是个人看到了都很想上手盘一盘。毕竟纵观整个市场 ，mini 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因为它的处理器比数字款更先进，端起来没有数字款那么坠手。在8英寸左右的屏幕上，按键布局就跟手机差不多，散热又比手机要强，结合了2种形态的优点，很适合当一台手游启动器。你也可以拿它来搞一些创作，无论是带出去画画写生，还是记录灵感，它的活动范围一定比大 iPad 更广一些。之前也提到过啊，我们工作室小伙伴在拍摄的时候还能用它来看一眼分镜表，因为使用场景多元，吃灰率低，价格相对便宜，这3个 buff 叠加 iPad mini 口碑也是拉满了。结果就是它的保值率贼高，发售3年以后，二手价格下不来也就算了，官网还能再涨200，真离谱啊！如果你特别明确自己的需要，而且急着要用，不然可以等一等下一代。我预言一下哦，下一代 mini 应该在明年的3月份更新，有可能是官网偷偷上架，换一颗 A18处理器，支持 Pencil Pro。要是被我说中的话，欢迎回来考古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其实我一直觉得 Pro 的溢价太明显了，数字版阉割又太过分了。Air 才是曾经 iPad 的正统续作，看起来更通透，写起来更精准的屏幕，抗反射涂层，性能夸张了 M 系列芯片。新款 iPad Air 是目前官网在售的 iPad 里面我最推荐的一款。不过 Air 从第4代开始就很能打了，老款的性价比会更高。Air 4可以理解成 iPad 10的上位替代，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年代久远，很难找到购买渠道。Air 5用上了桌面级的 M1 芯片，肯定是长寿的选择。至于 Air 6，除了芯片常规升级，它多了一个13英寸的版本，就像模块化选装一样。很多人其实不需要 Pro 那么多捆绑销售的配置，他们就想要单纯的大。就比如说音乐生看五线谱的话会更清楚，大学生查文献随地大小写的时候有更大的发挥空间，又或者是我就是想要一台续航更长的 Air。总之，大屏不再是只有 Pro 才能独享的 moment。终于，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iPad Pro，那就是面面俱到。光论硬件，它可以看齐甚至领先自己的大哥 Mac， 面容识别、高刷新率屏幕、4扬声器这些配置，不只是在生产力领域发光发热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他们的体验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 iPad。但苹果就会假装其他产品线用不上这些配置。再找个专业生产力的借口安排给最贵的 Pro， 参考价格和屏幕素质，前几代的 iPad 已经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HDR 显示器了。这一代换上了双层 OLED 以后，2个尺寸的屏幕规格一致，不用纠结是选大的或者是选小的。这么好的屏幕有什么用呢？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，苹果在 iPadOS 16推出了参考模式。给视频调色或者是审稿的时候，就可以把 iPad Pro 当成一块副屏，充分利用它超高的亮度和对比度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因为 OLED 更省电，前几代 iPad Pro 一直被人诟病的续航，在这一代都有所改善。唯一的槽点就是它的调光方式，对频闪敏感的人不是很友好。M
4加上最低8G 运存，可以占未来的同时，也给创作留下了更多的空间。接触过画画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图层数量非常影响复杂作品的完成度，尤其是画一些商业稿，虽然可以合并图层，但调整起来会更麻烦，因为硬件瓶颈，标准版要4K 画布，大概只能开30个左右的图层，对进阶画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Pro 就没有这个顾虑了，可以放心打板子糟。Apple Pencil 这个悬停功能哈，假如我外接这个显示器画面呢，我就可以不用盯着这个 iPad 屏幕了。你看，你直接看着显示器，你就知道你那个落笔的位置，就不用你低头抬头反复横跳。插个题外话啊，我用了好一阵子新款 iPad Pro， 才发现一个盲点，超广角被库克拿走了。苹果最近1年在推空间视频，这个成像是需要主摄和超广角的。iPad Pro 作为平板这个品类的天花板，却不支持自家推出的新标准，有点抽象。我总觉得以前的苹果每代产品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，朝着确定的目标前进，现在感觉它好像一下子没有了追求，也经常否定自己之前坚持的东西。iPad Pro 就是这样拧巴出来的产物，一开始说要取代电脑，后来又说是终极平板体验。所谓的专业生产力，其实翻来覆去就是剪辑、音乐和美术设计。不管是多强的 Pro， 它的上限也只是一台平板。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，Air 已经能够满足内容消费需求了，不一定非要加线上 Pro。这2年苹果产品的保值率不符合我的刻板印象。iPad 上新没过多久，第3方平台就有几百到1000的降价。但库克的屠龙刀也不是吃素的，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这个教育优惠吗？这就是苹果官方的折扣，只要认证了学生或者是教职员工的身份，就可以享受优惠。给你们看看购国定理奥，4399加899等于4399。如果你用不到苹果币，可以挂到二手鱼换钱，4舍5入，只要3700块钱左右就能得到一台新款 iPad Air。iPad Pro 价格更贵，优惠力度更大，折下来7000出头能拿下。至于基础款和 mini 没有赠送手写笔，多少有点糊弄人了。顺带一提，如果你不是学生或者是老师，也可以去淘宝搜一搜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搞清楚自己应该买哪一款 iPad 呢？从某个角度来看 ，iPad 主打的就是等级森严，各种阶梯定价，不就是在逼壳吗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每一款 iPad 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们都有对应的受众，数字款就是最普通的工具，价格越低越香。Mini 在便携性和娱乐性上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Air 综合价格和产品力是最适合大部分人的选择。至于 Pro， 它和 Air 的差价进一步扩大之后，估计会劝退不少人。但市面上没有其他的平板比它更强了，也没有平板更适合作为专业生产者的补充工具了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